南汉20博物馆周围呢，其实都是各个大学的校园，经过一个安检非常简单，也不需要出示证件，也不需要预约。我觉得这样的博物馆就比较对我的胃口。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到了226年，那就是1800年以前了，有了广州这个名称。这就是广州的中轴线千年古道遗址，就是现在的北京路。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开车来到了大学城，应该是比较中央的地方了。这里呢有一个古迹看这里指着康陵两个字，往前200米康陵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存在于广东地区的，位于差不多1500多年左右以前的一个朝代叫南汉国。这个南汉国的君王死了以后呢，就埋在了这个小古围岛，现在呢成了大学城。今天我特地开车到这边来转转这个地方有一个纪念馆，叫南汉20博物馆。我现在准备走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前面这条马路呢叫国一西路应该比较靠近中药大学所在的校园吧。这里有一个介绍，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这个就是番禺的地图。好，我们往里面走走刚刚天气还好但是来到了这边，等我停好车以后差不多要下雨的样子了。我们在这边稍微看一下，南汉20博物馆周围呢，其实都是各个大学的校园。好，我们往里面去走走。据说这是一座免费的博物馆，但是因为在大学城，在这个小古围岛上，知道的人并不多，或者大家愿意特地到这边来的人更少，所以呢，这边据说是没有太多的人到这边来参观。但是夏日时节可以到这些有空调的室内的博物馆里面去走走，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正对着南汉20博物馆，边上呢有2个高台，也就有点像古代的烽火台似的样子我们在上去之前来回望一下这个博物馆门前的一个广场，这里种了不少的树。崭新的建筑，当然也有一些古韵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扎实，建得非常不错的一个博物馆。这边进去参观，就直接进就可以了，是吧？对的，对的。好嘞，谢谢。经过一个安检非常简单，也不需要出示证件，也不需要预约。我觉得这样的博物馆就比较对我的胃口。进来以后呢，又是一进的空间，正对着就是南汉20博物馆，大概进到里面就可以正式参观了。哇，这个地方真的占地也不小感觉它的格局跟一个庙有点像
好，我们现在正式入馆。这边还有些广州的古迹的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渝广州、平广州，就说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展览。杨成仪征广州考古数字之窗，讲的广州的历史啊。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这里有前言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历史。这边有专门的讲解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统计相对是有点自大的，同时呢，它不仅有很多名字，它有很多年号，而且因为这个统计主要的点是有一点名气，他认为改名不对。那刘岩去世之后呢，他的皇位是抢给了他的长子刘濞，但是大家看他在位只有对，他在位只有1年，那他是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不是他也在做，于是呢上了
刚刚我在里面的博物馆参观了一下主要就是讲的一段历史。在广东存在过2个独立的朝廷，或者说2个王朝。第一个呢，就是秦始皇死后，天下开始分崩离析各地的农民起义，整个国家呢就已经没有办法维系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呢，以前秦朝的派到岭南的大将就自立为王，有了南越国然后呢，经过了差不多100来年，最后呢，汉武帝扫平天下最后南越国呢也就成了汉朝的一部分，归入了汉朝版图。然后又经过了好几百年到了中国最强盛的唐朝衰落的时候，唐朝末年，国家又像以前书里写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个时候的国家呢，又4分5裂这个时候有一位刘姓的人，他因事呢就称王，就在以前的南越国的地方成立了南汉国。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他死后传了55年的几位南汉国的王的陵墓旁建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在刚刚的南汉20博物馆的边上，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展览。名山朱水讲的是广州的历史，我们再去一个曙光乍起，先秦时期。
广州德明，我们在三国里面好像诸葛亮是战群鹿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布置啊，这个人胶州刺史，217年将胶州治所从广西，就是梧州分开一带迁到了番禺。226年，吴主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州至番禺，广州呢自此得名。就在这之前都是叫番禺的，然后到了226年，那就是1800年以前了，有了广州这个名称。广东这片地方呢，在三国的时候是属于东吴的。这个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个时候的广州成为商业大港，开始全国乃至海上贸易。看吧，唐代广州城。那海神庙现在还在的。北京路一条有历史堆积起来的马路，一层一层往下，从唐代一直到明代的路面一层一层的垒起来的一条马路。这就是广州的中轴线千年古道遗址，就是现在的北京路。
深植京剧，为各地的工厂红色广州人自古就有的开放意识和中国文化赋予的保守，它完全是结合在一块的。主要就是因为通商口岸跟世界各地贸易，那肯定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商业的思维以及其他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你看这里讲的就是海上贸易。广州虽然位于岭南偏于一隅，但实际上呢，它不仅跟内地有着非常密切联系，因为文化呢基本上来自中原，但是它同时呢又是通过跟海外的贸易然后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商业的逻辑所以这边的人呢非常会经商，非常会做生意，甚至它的很多建筑物呢都是受到了西方文化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你看这些中式的家具和西式的玻璃窗中西合璧。到了近代呢，成了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孙中山，是在博物馆里徜徉历史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可以预示着向哪里去。这我觉得就是逛博物馆意义所在。参观了2组展览参观结束出来就暴雨了，所以请大雨不要下到什么时候所以呢，我们只能在这边继续在榴莲山。刚刚看了2个展览，一个呢就是它的主展，应该就是南汉20博物馆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了南汉国成立于公元717年，到了公元279年了。而另一个南越国呢，还要追溯400-500年，是在秦末汉初的时候，都是由北方来的人建立的国家。那这个南越国和南汉国呢，其实它的都城都在现在的北京路、中山四路这一带，而文化都源于中原地区纯粹的汉文化，只是呢到了岭南地区结合本地以及海上丝绸受到的周边地区的影响，形成了相对比较独特的岭南文化。大概就是讲的这么2个朝代，2个建立在岭南地区的古代的国家，那最后呢都融入到中国统一的大一统的文化之中，完全传承着中国文化，或者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来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的没想到今天下大雨了。好，我们就在这边躲躲雨转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展览可看
这里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展示。看看这个前言啊，东汉末年就是国家大乱啊，经过长达400年的乱世，这个就是魏晋南北朝，分封天下。当年的中原地区连绵几百年啊，处于战乱、混乱的局面啊，反而在岭南偏移于，反而呢，应该说受到的战乱的影响小一些。讲的是永嘉之乱啊，衣冠南渡的故事。这里就有一个对永嘉之乱啊，衣冠南渡中的衣冠的一个说明。衣冠南渡呢，其实主要是一种文化，当然也是一个阶层。他们在北方受到了战乱的影响，结果南逃，当然也把文化就带到了中国的南方。其实广东人啊，除了可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土著以外啊，就历史上经过了很多次北方战乱啊，衣冠南渡，然后离乡背井的北方的士大夫带着他们的家人避乱广东，就一次，大概有5、6回，在不同的朝代啊，才慢慢形成了广东文化，广东的人的族群啊。所以你现在说广东人到底源自哪里，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就像中国的汉族，其实并非一个纯粹的族群了。这里讲的就是北方战乱啊，岭南这边受到的影响还小，但是这些文物啊，你看它的形态、材质、造型等等，基本就是中国北方来的，一脉相承的。包括你看当年流行的一些服装啊，服装上的配件啊，都是从北方来的。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啊，也是因为朝代的战乱、文化的隔绝，南北各自发展。就说广东话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古汉语的发音。这边很多出土的文物。多元融合。
这个雨还是下得那么大啊，短时间之内雨不会停了啊。那好了，我们今天在南韩20博物馆的参观就到此结束。然后等待这个雨能够小一些，我们就开车回家。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